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根本，甚至有点颠覆你三观的问题哦，那就是你的心智，或者说你的自我，那个在你脑子里跟你说话、感受所有喜怒哀乐、做出所有决定的内在声音，它真的存在吗？还是一种其实非常精致的幻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像科幻电影的情节，对吧？但这其实是当代科学跟哲学界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辩论，而且它的答案会直接影响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以及我们活着的意义。好，那我直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可以花个几秒钟想一下哦，你会不会就只是一台超级无敌复杂的生物电脑，或者讲的难听一点，一坨会思考的肉？我知道这话听起来超刺耳的，对吧？但你仔细想想看嘛，你所有的爱恨情仇，你那些伟大的梦想，甚至是你半夜睡不着的时候那种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会不会说穿了，他们真的就只是一连串的化学反应，还有你大脑里神经元之间的一些电流讯号而已？这问题我跟你说，它不只是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哦，它会直接冲击到我们对自由意志、对道德责任，甚至对生命意义的整个看法。你想嘛，如果你这个人说穿了只是一段演算法，那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还真的能算是你的决定吗？现在这个时代啊，有非常多主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会斩钉截铁地跟你说，没错，你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平常讲的所谓的心智、灵魂，或者那个内在自我，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幻影。它就像是大脑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而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一个方便我们操作自己身体的使用者界面而已。但如果他们错了呢？如果这种看起来非常科学的看法本身就忽略掉了最关键、最直接的证据呢？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深入这场关于我是谁的思想战役，来好好看看正反两方的论点到底是什么，火力有多强。好，那我们就先戴上反方的帽子，来看看这场辩论中主张心智不存在的这一派，他们手上到底握有哪些王牌？他们提出的论点其实都非常直接，而且是基于我们目前对大脑的物理观测，可以说是拳拳到肉，刀刀见骨。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看看这个机械自我的论证到底有多强大。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位非常有名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他讲的这段话，他的逻辑非常简单，但也非常强势。他说啊，科学家们已经把人类的大脑给翻过来又翻过去了，用了什么正子断层扫描、功能性磁振造影，各种最先进的仪器去探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脑中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一个可以被称之为非物理性心智的所在地。你想想看，你的肝脏在这里，你的心脏在那里，但你的心智在哪里？你指不出来嘛？如果它没有一个物理上的位置，我们要怎么说它是真实存在的呢？这个论点真的非常有力的吧？找不到就等于没有，从逻辑上来看，好像是无懈可击。好，接下来这点更直接，语气也更冷酷一点。这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 Steven Pinker 的说法。他说，我们以前都以为那个虚无缥缈、神圣不可侵犯的灵魂，现在我们知道了，一把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就能把它切成两半。比方说，只要切断连接左右脑的胼胝体，就能制造出两个好像独立的意识，或者一些化学物质，像是抗忧郁药物，就能直接改变你的情绪和个性。这就证明了，我们所谓的心智或灵魂，其实就只是大脑这个物理器官的活动而已。你的大脑受伤了，你的心智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啊，心智根本就不是什么独立神圣的东西，它就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既脆弱，而且是纯粹物理性的。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
这种观点我们学术上称之为化约论或者是物理主义。什么是化约？我举个例子你就秒懂了。这就像是你把一幅旷世巨作，比如说蒙娜丽莎的微笑，把它化约成只是一堆不同颜色的油墨和画布纤维而已。这个观点认为，所有看起来很崇高的精神活动，说穿了都只是底层的物理反应。所以对品客来说，思考就等于运算，你的大脑就是一台电脑，心智只是它的软体在跑。而对威尔森来说，我们那些复杂的情感，像是爱啊、忠诚啊，其实都只是机微为了能够自我复制而设计出来的工具罢了。你看，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把所有复杂的精神现象通通化约成更底层的生物或物理过程，一切都可以用物理定律来解释，没有留下任何神秘的空间。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真的蛮有道理的诶？现代科学的证据，从神经科学到演化生物学，似乎全部都指向了这个结论。我们好像真的就只是一台被基因和环境给编程好的生物机器。难道这场辩论就这样结束了吗？带点不可置信的语气，心智真的是个幻觉，案件就此宣告侦结。停顿一下，语气转低，先别这么快下定论哦。重点来了，就在大家几乎都以为科学即将宣判心智死刑的时候，半路杀出了一位程咬金。但他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位拿过普利兹奖的小说家兼思想家，叫做玛丽莲·罗宾森。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反驳，他要挑战的不是科学研究本身，而是某些科学家使用科学的方式。他认为，刚刚那些听起来无懈可击的论点，其实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逻辑缺陷。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位哲学家是怎么漂亮的反击的。罗宾逊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词，叫做拟科学或者寄生科学，英文是 parascience。这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指伪科学哦，这点非常重要，不要搞混了。它是指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滥用了科学的权威，把目前我们已知的科学知识当作是完整的、最终的真理。这就有点像一个手上拿着榔头的人，看什么东西都像是钉子。这些拟科学家就是拿着现有的科学知识这把榔头，就想要把所有关于人性意识的这些超级复杂的问题，通通都给敲扁，然后跟你说答案就是这样，没别的啦。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科学的独断论，他停止了继续提问，自以为已经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OK， 所以罗宾逊的批判主要可以分成3个重点，你可以想象成是3把非常锋利的刀，嘘，直接切进化约论的心脏。好，第一刀。他说这些化约论者从一开始那个前提就设错了，他们等于是在攻击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稻草人。再来第2刀，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你仔细听哦。他说这些人表面上拼命反对所谓的新生二元论，但他们整个论述的骨子里其实偷偷的依赖着这个二元论，这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矛盾。然后是第3刀，他们直接无视了一大类，而且可以说是最大最重要的证据。那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体验。好，这3刀听起来很猛，对吧？我们接下来就一把一把刀来裁解，看看它到底有多锋利。我们来深入看一下第2点，这个所谓隐藏的二元论。你仔细听听，化约论者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大脑是一坨肉，而心智是幻觉。罗宾逊就说，等一下，你听听看这个说法哦。他们一手把大脑贬低成一坨卑贱的肉，另一手又把心智说成是不存在的幻觉。这种把卑贱的物质跟崇高的精神彻底分开来的看法，这不就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二元论吗？他们嘴巴上说要打破物质和精神之间的鸿沟，结果他们做的事情却是用一种贬低的方式，把物质，也就是那坨肉，和精神，也就是那个幻觉，分得更开了。这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的二元论啊，你说对不对？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那罗宾逊是不是要全盘否定科学？完全不是哦。接下来他要做的不是摧毁，而是建造。他要带我们看到一个比我们只是机器这个冷冰冰的说法更真实也更壮丽的风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事实上，罗宾逊完全同意这句话，心智就是大脑做的事情。他100%接受这个科学的基本出发点。
他不是要跟你说心智是一个飘在大脑外面的幽灵或什么的。在这一点上，他跟平克这些科学家其实是站在同一边的。但是重点来了，关键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他说，承认心智是大脑的活动这件事，不但没有贬低心智的价值，反而恰恰证明了大脑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你静下来想一想，一团由碳、氢、氧这些基本元素组成的物质，居然能够产生出意识，能够创作出贝多芬的交响乐，能够思考宇宙的起源，能够感受到爱与亏欠。这难道不代表我们口中的物质或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神奇、要辉煌吗？所以，问题从来就不在于心智是不是幻觉，问题在于我们彻底小看了物质本身的可能性。我们把肉这个词想得太简单、太卑微了。为了说明这一点，罗宾逊用了一个超棒的比喻。他说，一个只研究了氢和氧特性的人，他可能会很合理地推断出水是一种高度易燃的气体，如果不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阻止了这个结论的话。这讲的其实就是物理学上涌现 emergence 这个概念。你看，氢气助燃，氧气可燃，但是它们结合之后变成水，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反而还能灭火。所以你不能因为单一个神经元不会写诗，不会感到悲伤，就说有几千亿个神经元组成的心智所感受到的诗意和悲伤是幻觉。这就好像你不能因为单一一个水分子不会让你觉得湿，就说整个太平洋是干的一样，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不通的。所以，罗宾森认为，真正能够证明心智存在的证据，根本就不是那些脑部扫描图，而是这些东西。语气转为感性，是你突然顿悟、想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身起鸡皮疙瘩的那种震撼，是做错事之后那种让你晚上睡不着、吃不下饭的罪恶感，是期待一件好事发生之前，心中那种甜甜的、痒痒的喜悦，是当你回忆起往日时光那种无法克制的乡愁。这些完完全全发生在我们内心世界的事件，他们感受的强度和真实性，一点都不亚于你被针刺到的痛觉。那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宏观一点，证据就是整个人类的艺术史、科学史跟文明史，这些不都是心智活动所创造出来最辉煌的产物吗？如果心智只是个幻觉，那这些又算什么？所以你看，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心智不是幻觉，但它也不是一个住在身体里的幽灵，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开放、更宏大。好，我们即将进入今天最后的思考阶段。罗宾森的结论是这样：想要找到心智存在的证据，你不应该去解剖大脑的脑叶，而是应该去看人类的历史，去看伟大的艺术，去看那个能够反思自身的自我。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跳脱出来，审视、质疑，甚至评价自己的想法。这个能够反思的自我本身，就是心智存在最强大、最直接的证明。一台电脑只会运算，但它不会停下来怀疑自己运算的意义是什么，对吧？因此，对于心智是什么以及我们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罗宾逊认为这必须也应该要永远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任何宣称已经找到了最终答案的说法，不管是来自于宗教，还是来自于滥用科学权威的拟科学，其实都是一种知识上的傲慢。所以当下一次再有人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人就只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无论这个人是科学家还是宗教家，我们或许都可以提醒自己，对于我们自身这个宇宙中最复杂的谜团，永远保持一份谦卑与好奇，这或许才是最接近真理的态度。最后，罗宾逊留下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提问，也想留给大家一起思考。他说，我们或许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生物，我们能够觉醒，意识到我们天性中就内建的特权，像是自我意识、同理心、对真理的渴望，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享受并且增强它们。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我们会成为什么？人类的意识未来还有怎样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探讨了心智是否为幻觉这个超级大哉问。首先，我们看了化约论的观点，他们认为心智说穿了只是大脑的物理活动，没有独立的实体。证据就是我们在物理大脑中找不到它的位置，而且心智可以被物理方式改变。接着，我们深入了哲学家罗宾逊的反驳，他指出这种观点犯了稻草人谬误和隐藏的二元论，并且忽略了我们内在体验这个最重要、最直接的证据。最后，罗宾逊提出一个更宏大的看法，心智是大脑的活动这件事，恰恰证明了大脑这个物质的辉煌与神奇。而我们究竟是谁，永远是一个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探索的开放问题。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秋，我们下次见，拜拜。